想买多肉的要注意啦，7种多肉特别爱长气生根，一不小心就胡子拉碴，但却易繁殖。好纠结要不要买啊？有容易变红的多肉品种，也有容易扦插繁殖的多肉品种，有容易爆盆的多肉品种，也有爱土长的多肉品种，有容易化水的多肉品种，当然还有爱长白胡子的多肉品种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今天介绍7种容易长气生根的多肉品种，特别是第3种，长了气生根，对它来说却是一种保护机制，有些则是可以直接扦插繁殖多盆，但有些则是在发出危险信号。如果你近期有买多肉的打算，建议你看完本期免费视频，会给你提供大大的参考。影片开始前，还请你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避免错过更多的多肉养护心得。你知道多肉植物气生根是什么吗？知道的请回复1，不知道的请回复0。1. 红之玉。红之玉这个品种，叶片虽然不大，但是排列密集，出状态的时候可以出现果冻色，也是早期非常流行的品种之一，深受花友们的喜爱，尤其是那些可以露养的花友，只要有温差、光照足，它们上色非常容易，而且生长速度快，抱侧芽的能力强，很轻松就能养出满满一盆来，观赏价值非常高。作为阳台党来说，想要把红之玉养好，还真得下一番功夫。首先，这个品种非常依赖光照和温差，我们在室内养护的时候，既要保证不能缺光，又要想办法制造一些温差，否则不仅难上色，而且还总是徒长。其次，它们虽然喜欢充足的光照，但是却害怕暴晒，一般来说，温度高于30度的时候，就要开始考虑遮阴的问题了，要不然很容易把杆子直接晒化水了。最后，它们的杆子比较细而且脆，养护过程当中一不小心就会碰断，好在这些枝条和叶片都可以进行扦插。不得不提的是，在养护红之玉的时候，如果发现它们长气根了，还浇水的话，很容易导致闷根死亡的。具体的做法就是结合叶片的状态来看，如果叶片发软，那就说明真的缺水了，这个时候再浇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缺水的迹象，那么这些气根直接撸掉就可以了。和红之玉一类的多肉都有这样的特点。2. 燕日辉。燕日辉也叫青盛锦，是可以养成大老桩的多肉品种。有一种说法就是它们也是属于法师系，因此一些养护方式是可以参考法师系的多肉。平时它们的叶片石墨绿色，出状态的时候，叶片的颜色非常丰富，可以呈现出紫、红、黄、绿、粉等多种颜色，看起来就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漂亮。在四季如春的地区，这个品种是可以进行地栽的。在养护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是阳台党，尽量使用颗粒含量高一些的土壤，花盆也要尽可能的小，目的就是控制它们的生长速度。控养的燕日辉在阳台上隔着玻璃晒太阳，也是可以上色的。要是直接用大盆养的话，阳台上的光照和温差很难让其上色。要是露养的话，就可以随意一些，只要冬天的养护温度不低于5度，别让它们冻伤，其余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，真的是皮实又好养。由于属于法师系，因此开花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，这个开花的茎秆就会枯萎，因此我们发现它们开花，就要在花朵即将打开的时候剪掉花剑，剪的时候一直剪到根，这样容易爆出更多的侧芽来。要是爆出来的还是花剑，那么我们就需要继续剪。燕日辉这个品种也是非常容易长气根的多肉，不过和大部分多肉不一样的是，它们的气根如果不早早露掉的话，是可以长到土里变成主根的，看起来就像盆景的提根一样，别有一番风韵。因此是否尽早撸掉就要看个人的爱好了，只不过别看到气根就像浇水就行了。3. 马库斯。马库斯属于普货多肉当中人气非常高的一个品种了，无论是室内养还是露养，表现都非常不错，容易抱侧芽成老桩，生长速度也不慢，上色的时候也是可以出现果冻色，漂亮极了。对于室内的花友来说，我们养马库斯就不能像漏养那样用大盆随便养了，想要出状态就得控养，高颗粒土、小花盆必不可少，只有这样它们才不会徒长，而且该上色的时候从来不缺席。
养护马库斯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缺少光照。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夏季温度都不会超过40度，因此花友们不用对其进行遮阴，只要控制住浇水，别让它们在夏季土长太严重就可以了。长一些气根也是非常正常的，只需撸掉就可以。正确判断是否缺水的标志就是用手摸整个叶盘，如果都已经变软，这个时候再浇水最好，马库斯的状态会持续的更久一些，夏季也是可以带有一点状态的。4. 地亚。多肉地亚也很爱长气根，一不小心就胡子拉碴。地亚之所以爱长气根，主要是长速比较快，容易长侧芽导致的。在快速生长的过程中，根系吸收的养分和水分不足时，就会长出气根，减轻根部负担。所以长速越快的地亚越容易长气根。另外，地亚对空气湿度比较敏感，空气湿度一旦高于50%，就长出大把气根来。平时多通风，尤其浇水后，让盆面快速变干，长气根现象就会得到好转。5. 乙女心。多肉乙女心长气根的能力和红之玉有的一比，都是一不小心就变得胡子拉碴的品种。乙女心之所以容易长气根，主要是根系老化速度比较快，长出气根后遇到土壤就扎下去，变成实生根。所以有些花友的乙女心长着长着就长成榕树了，周围的气生根都变成了实生根。要是你的乙女心也有气生根变成实生根的情况，别首先把它拽出来，否则长速会变慢，植株的抵抗力也会下降。对于长势比较弱的乙女心，气根变成实生根是好事，能大大促进生长。6. 酥皮鸭。你家的酥皮鸭长气根了吗？酥皮鸭特别容易长气根，尤其在光照不足和空气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，气根哗哗冒。酥皮鸭容易长气根也未必就是坏事，长势好的时候长气根是为了长得更好，所以群生的酥皮鸭比单头小苗酥皮鸭更容易长气根。主要原因是根系吸收到的养分水分满足不了植株生长所需，长出气根来吸收氧气和水分。这一点和地亚有点像，要是家里既有酥皮鸭又有地亚，两个多肉长出来的气根可以比赛了。7. 汤姆漫画。多肉汤姆漫画也是很爱长气根的品种之一。曾有花友的汤姆漫画长气根以后，以为出问题了，脱盆以后发现根系完好无损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汤姆漫画长气根比较常见，也并未长气根就是生长出问题，而是它本身就容易长气根。所以，要是你的多肉汤姆漫画生长没有问题，有气生根，别着急，未必就是坏事，可能是近期空气湿度有点大导致的。总结，虽然说上面7种多肉很容易长气根，但是植株长气根不一定就没事。只有那些长势比较好，新叶依旧在快速生长的植株，长气根才可能是环境因素导致的。要是长势差，新芽停止生长，老叶出现消耗速度过快的现象，长气根就可能是根系出问题了，要及时翻盆。当然，如果看到气生根，可以剪下来直接移栽在土壤中，不用扦插，很快就可以长成一棵新的多肉植物，这也是非常高效的繁殖多肉的方法，花友们不妨试一试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免错过更有价值的养护技巧。我们下期见。